大家好，我们是大大叔叔中中文。文，哎呀，今天没有我觉得气势啊。大叔少了一书，气势就差好多。今天跟各位观众先交代一下，我们今天嗯是2位大叔采访一位嘉宾，因嗯为灿叔现在在医院里面嗯动手术，所以今天不克前来哦。嗯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嘉宾哦。嗯，这位嘉宾是来自印尼的朋友，然后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不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好了。好，我们先欢迎红矮图。欢迎。谢谢。我叫矮图，红矮图，然嗯后我的印尼名是 Adinda Huta Barat。我以前是在印尼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的，然后嗯哼，在北京清华大学读硕士，在台北师范大学读过博士，博士。啊，哇，然后在2022年印尼巴厘岛举办的那个 G20峰会上，我担任过印尼嗯第一夫人的口译员，之前也哇，是担任过啊部长还有副总统嗯，的口译员，这样很简好，单，可以吗？很简单，但是很震撼，很很简单，但精彩。是每一个经历都听起来非常的惊对，人呢。呃，可以帮这个第一夫人，对不对？翻译，然嗯，后又帮很多部长翻译。G20听起来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事国际哦，很大盛事，盛对，会哦，对不对嗯哦？然后可以在那边当翻嗯译，可见中文程度嗯。绝对是很了得。虽然几句话的这个介绍，但是每一句已经 话都很有分量，已经我觉得。震撼到同学们而且跟了哦。我们也有缘分，因为我在北京对工作过3年，矮图在哦那边留学，然后茶叔又在台北，对吧？在台北也留过，OK。学。那这个我们今天要好好嗯，问问矮图了啊、对，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比较奇怪一点，我想问矮图，你的名字对我来说实在太特别了。矮图这个名字，我觉得很中国，但是又感觉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今天就想要听听，我已经好奇了好几个礼拜了。矮嗯，图，你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是谁帮你起的，还是你自己对，起的呢？是的，没错，因为跟我的印尼名是没有关系嗯的。嗯背景是这样的，我那时嗯候是在读本科的时候，然嗯后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有去北京读书。嗯，对对，那有留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中文名，对对，吧？啊，那我对，没有中文名了怎么办？就应该嗯自己起，嗯自己起也不确定要起什么名字比较嗯，好一点，对，所对，以我就把，那时候好像是嗯在网上有一个那个 app，可以啊，把我们全名，就是我们真正的名字输入在那个 app 嗯上面，然后可以嗯选择要嗯按照什么起名呢？是按照成功吗？按照运嗯气吗？按哦，照什么美丽啊，吗？对，聪明度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选择嗯了按照运气好。运气好坏啊来选择名字，OK，啊，对，所以呢，我的嗯名字就是红矮图，红就是三点水一个共的那个啊，对，红，洪亮对的洪，然嗯对，后矮是和蔼的和蔼蔼，癌，对，途是图，途径的途。那嗯哼，可嗯能大概的意思，我猜出来的是，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宏大的那个对，人士的话呢，我应嗯该对嗯周围的人比较和蔼一点，就在我的对生活途对对，径中比嗯较和蔼，那样嗯才哦，可以变成一嗯个很伟大的人，可能吧？嗯啊，，OK，诶，所以是一个这个名字，随机的设计好条件 APP 出来的。因为这个名字，是的，我的感觉是很像嗯艺术家，或者嗯是这种嗯画家啦，或那个嗯雕刻家的人那种会嗯取的名字哦。原来就嗯是一个 App 帮你起嗯，的名字哦，我以为是你的汉语老师帮你起的。因为矮图现在在这个外交部工作，然后矮图也参加了这个 G20的这个国际盛翻译，事。对，这个很有意对，思诶，聊一呃，下。我觉得这个我很好奇，就是你帮第一夫人翻译，
然后又帮很多部长翻译，嗯，然后那个过程会不会很紧张，还是怎么样？对，这个的确是很难得的机会嘛。重点是要掌握好2种语言，对，因为如果你们已经掌握好这2种语言的话，做交换就比较容易了，对吧？对对，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都要理解到背景是什么，语境是什么，然后就要理解到这个语境是比较重要的。语境，我所说的语境是要了解到，他们要讨论的是有关什么呢？是有关文化吗？对，话题有关文化吗？有关经济吗？经济也分的比较详细的，对，那就是这个那他们其他的都没有了。他们一次会说特别长吗？还是说他们就是说一句话停下来等你翻译，然后再继续？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可以用笔记，用笔记的话就没有问题。很好。是的，那要知道汉语跟印尼语或者是英语有什么不同的，比如说汉语和印尼语不一样的是长度，它的长度，比如说汉语是比较短，也可以说是比较短、比较直比较接的，简洁，对，对，印尼语是比较长一点，对对对，然后怎么切它，切了之后是怎么把它传达出来，用另外一个外语传达出来，或者是用自己的母语传达出来，就这样了。可以其实从这个特点，比如说除了长度以外，还有动词和名字的区别。印尼语是比较喜欢使用名字，然后韩语是比较经常使用是动词。我可以看到，对，可以看到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是语言的层面。那但是，毕竟那是一个国际盛事，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那个国家领导人。那当时你可以很专心的去口译吗？还是心里也在想啊，我见到这个领导了？对，紧张肯定有的，但是呢，其实一到外交部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所以呢，一开始就特别特别的羡慕，特别特别的紧张，特别特别的就好像看那个很伟大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慢慢就习惯了。你就觉得他们叫普可能通人，是因为对吗？就普通人而已嘛。也不是，也不是，当然他们还是对对对，还是伟大的人物，但是对，但是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心情比较这工稳定作了一点，很久都比较冷静会，了。对啊，因为其实我有很多同学，我有很多学生，他们真的，他们学汉语的目标就是以后想要当一个口译员。但是这个非常不容易，因为就像矮图说的，这个有很多文化的东西你必须了解，你才有办法翻到很适当。不会说翻的意思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矮图，我问你，你们在口译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对方一次讲1句就好了，或者一次讲2句就好了，可以这样要求吗？然后你们再不翻译。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就是你要尊重说话的人，说他讲到哪里停一下，然后你就要这样，你应就要直接该不可以说话吧？我觉得就是对不对啊？还是矮图，你如果这个人说的太久，你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停一下吗？就是你可以这样，不就是不可以的，一般就没有这个机会跟他或者是他哪一个伟大的那位伟大的人物先说话还是交流什么样的是没有，一般都是没有的。那主要是要依靠我们什么呢？我们的记忆力，除了记忆力以外，我们的帮助工具就是我们的笔记，我们的笔记，所以我们的笔记是比较
可以帮我们可以留大概4分钟不断的，对，真的那啊，么久啊，这么厉害。可是你要画画吗？因为你的笔写文记可字，以就是让他讲4分钟，然后呢，你就可以把4分钟的话都翻译出来啊。可是你那个记什么样的笔记？因为不可能你把每一个他说的字都写下来，你所以是肯定有一些大快速概翻译，对不的，对？啊，对，这个是有一个诀窍，嗯专门的诀窍，大概是那样的，就是要看你的笔记还有记忆力是什么样的。如果他说的很快很快的，然后还有不断的，可能超过了4分钟之内，主要还是要概括一下。那是另外一就是个技巧。大意，就是把意思翻出来就好了，不可能对，每一句每一句这样每一句都翻，可能听的人也又听4分钟，他应该觉得太长了，对吧？对，就概括一下。对，啊，我其实很棒觉得蛮厉害的耶，就是矮图说这个伟大的人物可以讲4分钟的话，然后矮图就在那边赶快写笔记，然后一般都不会，一般都不会4分钟吧？啊，一般都就是矮图，你是说最长连续讲4分钟都没有停，那是最大的挑战，对不对？那一般来说，我觉得可能讲1分钟，他就会停一下让你翻译了，对不对？是的，不然的话，他也会考虑到对方是怎么听的，一直听也是也不方便吧？对吧？没错。而且他是伟大的人物，他应该也有这个经验，就是他知道讲到一个地方要停一下，然后让你去翻译。那大家跟第一夫人一般会交流什么内容？会比较聊生活的，还是比较聊很正式的？我很好奇啊，因为每次就看见他们会你是跟着聊印尼的第一夫人，他去哪你就走去哪，你就跟着他吗？还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翻译而已？是的，在一个尝试，然后还有跟着他，但是这个是不公开的，所以我就没问题，不公开的行程，我就不方便。不是，就是大的方面，就是他们会说比较正式的，还是说比较生活的那个话题？这个有关话题也不公开的，也不公开。这个矮图很有职业的操守的，这个是机密，不可以乱讲。因为每次在电视上，我就看见那个领导人会晤啊，我都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对，但是有关这个大概的内容、话题是什么，已经被报道过好几次了，在著名的报纸上都报道，对社会媒体上也有的，但是有更详细的。所以这个我已经忘了。所以矮图在你们的这个口译员的这个职业里面，你们的这个帮伟大的人物翻译，但是这些他们的内容，你们一定是不能公开，对不对？这个是你们的一个工作的。但是那你每次去的话，就知道大概就是说这样的差不多内容，还是说每次都是非常不同的呢？如果对方是同样的一个人，有可能是同样的，差不多，最少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对方是不一样的人物的话，那肯定可以把对可以猜出来，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不问矮图了，我就问茶叔。茶叔，你觉得很多第一夫人在一起会聊什么？我觉得看公开还是私下啦。公开的话，肯定是要讲的话是很就是比较正式的，然后比较客气的。私底下可能跟我们大叔一样喜欢吃瓜啦，还是八卦吧。我是这样猜啦。矮图，这个你觉得当口译员啊，因为很多同学想当口译员嘛。你在当口译员的期间，比如说你跟着第一夫人走，你觉得这些伟大的人物是用什么眼光看待口译员？比如说你跟着他的时候，他也对你很客气吗？还是说会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对待你们吗？一般的伟大人物都是很注重，因为我们都是有那个叫做什么国际礼仪，对，国际礼仪，对吧？对，所以就按照这个顺序啊什么的，都是按照这个。然后我刚才说的，如果对方是同样的，比如说我，那时候也是，就是作为第一夫人的口译员之前，我也帮助过统筹部长，还有部长级，还有
副总统作为口译员，对，那时候对方是中国驻印尼大使的同样的人物，对吧？所以话题就不会差别很多。对，就这样。都是跟那个可能外交有关的主题了。对，所以矮图你在做口译员之前，你会前几天会做很多功课吗？比如说你要上网查很多资料，会不会需要做这种功课？每天都要做。每天都要做。每天不是为了要做口译的，不是为了要做口译的，但是要有这个准备。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听新闻呀，看新闻报道对什么的，时事很了解。对，不然的话，如果有人问的话，或者是就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你怎么我不知道？对 ，OK，所以其实不简单的。当口译员，你可能就算没有帮第一夫人或部长翻译，你平常没有任务的时候，你还是要看不停的补充，对，你要知道很多时事，对，不是说我中文水平高，我就可以做这个工作了。你要随时更新你的常识，还有对于世界的一些大事，你都要很了解。每天的资讯，对不然可能对方说了一个词，你没有办法用中文翻译出来，这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真的还蛮不容易。那比起来，大叔中文真的比较容易做。对，大叔中文比较简单一点。对，矮图会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有压力呢？压力肯定有的，但是还好，OK 了。而且你也喜欢这样的工作，对不对？我喜欢，因为如果我可以用我所掌握的能力，然后还有帮助两方三方，对吧，就比较好一点，增进两国的关系，口译员是很重要的。对，哇，这个是很神圣的工作哦。那这个矮图，我想了解一下你学习中文的经历，因为你学到今天这个水平，然后又可以在盛大的这个国际的会议上帮这个重要人物当翻译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你学习中文是从小就开始学吗？还是到了大学才开始学习？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没有，我是读本科的时候才学汉语的，也就是从零开始。对，所以在印尼大学是那个中文系刚刚学汉语的，然后大概到现在有9年了，9年左右吧。9年，但是不是对，是断断续续的，就是不是不停的学习，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去北京或者是台北才继续学或者是参加培训班那样的，总共有9年左右。9年左右，断断续续的学习了9年，然后可以学得这么好。变叔，我学英文学了20几年了，现在英文还是讲不好，所以矮图很厉害的啊。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上学的话就是逼自己去在那个环境里，你要去说呀，或者是完成作业呀。我觉得自己学的话，有时候就分心偷懒。我觉得矮图的话，这个方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一直在学校。而且矮图，据我所知，印尼的大学好像有一个2+2的制度，对不对？然后2年在印尼当地的大学学中文，2年学校会提供机会让你们到中国留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我那时候是没有的，那时候只有大概1年吧，1年是在第7个学期，是可以到北京和台北，但是呢，现在还不一定了，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现在有一些印尼的学生，他们是读汉语教育的本科系专业，那他们说他们的学校都有这种2+2的制度，也就是说2年在印尼的这个大学学中文，那学校会提供机会，另外2年就可以让你们去这个中国的大学继续读大3跟大4，好像他们是这样跟我说。对，所以在矮图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对不对？是的，没有。OK， 那矮图你本来就对中文有兴趣吗？因为你说你从零开始，所以你当初是怎么选上中文这个专业？是真的有兴趣，还是被强迫的？
是因为这样，嗯印尼也是全世界人口多的，对吧？对2亿对不对？印尼有2亿的人口，是不是多，对，2亿多， 2亿多多的2亿多的。然后呢，就像高考一样，好多人都要上比较好的大学。对，所以呢，我选的是那个印尼大学，那当然了，但是竞争很厉害的，很激烈，所以呢，要选比较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很好助，的，对，但是呢，也要看是不是会被录取了。对，所以呢，那时候是2002年，有那个台北的 F4这个什么是台流星雨北吗？流星雨的，对， X 就是那个明星，你喜欢明星是比较F4你喜欢很 F4火的，在才选大陆也中文系啊？很火。不是喜欢不喜欢，只是在印尼刚刚知道了有这个 F4的，然后好多人都喜欢他们的然后还有那个印尼电视台有一个专门提供给听众汉语的那个节目，名叫美洲新闻，美洲新闻美洲新闻，所以呢，好多印尼人都觉得那个汉语肯定有很好的前途吧，如果你能掌握好汉语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对汉语有兴趣了，有兴趣就上了这个印尼大学中文系。对。可能有的听众不知道，这个 F4是那个台湾的一个连续剧里边的4个帅哥，然后他们一起有一个组合叫做 F4啊。F4，然后就在大陆超火的，他们买那种贴纸啊，然后贴的就是学校的桌子上到处都是啊。然后那个时候算是台湾第一个就是又唱歌又拍戏的偶像团体，4个帅哥，然后他们最有名的是拍流星花园嘛，对，跟那个大 S 一起拍流星花园嘛，对，拍那出偶像剧，没想到在印尼也那么火。印尼很红没想到是跟 F4有关系。那这个艾图，你选了中文专业之后有没有后悔？你这个大学时期学的中文的这个过程很顺利吗？还是你觉得其实中文真的是太难了？你自己学习的感觉是怎么样？也没有后悔吧，但是我一开始学汉语的时候就觉得汉语很难呢，很难学，但是慢慢就喜欢了，爱上了，然后找个机会，每个机会都要用好来学汉语的，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学汉语。很好，那比如呢？你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因为你其实已经到了一个蛮高的水平了，所以你的方法是怎么？方法和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我很荣幸今天能作为大树中文播客的嘉宾，对吧？那上次也听到过好多嘉宾已经分享有关这个了。对，那如果要说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的诀窍，那可能是我喜欢读书，也就是读本科、读硕士，然后读博士，是这样的。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有在印尼大学毕业之后，对我还不能满足我的所要的得到的要求，所以我对个人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百闻不如一见嘛。所以我去了那个北京，在北京读硕士，然后还是觉得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汉语水平还不高，所以我想继续读博士。对，希望我的那个汉语水平是可以达到母语者的差不多吧。对 ，OK。其实如果想要在国外留学，比如说在北京啊，在台北留学的话，首先是要掌握好
至少是基础汉语的，因为这个汉语对每个人来说，如果是要留学的话，肯定很重要。比如说呀，大学或者是学院都需要你每个人都要证明你们的那个汉语已经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那当然是要有汉语水平考试的成绩啊，或者是汉语水平口语考试的成绩，还有可能是华文能力、华语文能力之类的那个成绩单。所以要有一些证书、成绩单，对吧？基本汉语的。那如果是已经被录取的话，提供给他们这个文件，然后已经被录取的话，才会想到要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留学。这个途径可能是自己付费，还是要找奖学金之类的，OK，之类的。那这个是也在国内，比如说在雅加达、在印尼有很多提供这个奖学金的单位，还有在北京也有，在台北也有，所以可以选择按照个人的需要。那这2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艾图，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各位观众你想要去中国或台湾留学，可能读硕士或读博士的话，第一个各位同学，你们要先确认好你们有基础的汉语能力，不是说零基础就过去了。对，你不能零基础就去了，你至少要有 HSK 的一些证书，或者是这个华语文的一些通过的考试的证书。再来就是你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你要自费去这些学校读书，还是你要通过可能国内的单位所提供的奖学金，或者是中国或台湾的那些单位所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你就要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对不对？那艾图，你当时是通过自费还是通过奖学金的方式过去的？我是通过奖学金的。奖学金是印尼政府提供的，还是那个大陆或台湾提供的啊？你那个时候？有不一样的，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有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为了要提供给大家有关这个留学的经验，还有留学的知识。但是呢，我没有代表任何一方，当然作为代言人，没有宣传的那个的意思，就是如果各位同学你们也想要留学的话，艾图告诉大家分享出这个经验来，那你们用自己喜欢或者是觉得不错的方式去做啊。对，在印尼有很多，但是那时候是在北京，我是收到北京提供的。然后在台北也是台北的师范大学。对。但是呢要清楚，你们要看清楚这个你们申请的奖学金是不是包含所有的全部的费用呀，比如说飞机票呀，或者是生活费，或者是水费。一般都只能给个人学费而已，所以呢，生活费就要自付，生活费就你们自己承担的，那是很大的数目，对。对，然后机票钱如果奖学金不包括的话，可能也要自己去负担，对不对？对，是的。OK， 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北京、台北，我觉得租房都应该是比较贵的一部分。对，因为像我有一些学生，他也是通过了 HSK，他也是申请到了这个中国的大学的奖学金，但是他们的奖学金只包括1个月给你多少钱而已。那个钱可能足以支付你的学费跟生活费，可是机票钱他们自己要出，他们要自己想办法。所以这个真的就像艾图说的，你们要去看清楚学费、生活费还有机票钱，这个到底奖学金包括哪些，这个要很清楚。对，好的，艾图，然后呢，这个资讯非常重要。是的，然后呢，是还有什么呀？
基本的就是这个了。如果你到北京和台北之后呢，就要考虑到各种各样遇到的问题、生活问题，因为新环境嘛，所以要适应一下。对，你遇到的最大的这个，我们先聊我们先聊北京清华大学好了。矮图，你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北京清华大学，请问你因为你一定要分享出来，很多同学正面临着可能要去留学的这个未来，对不对？对。所以你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之后，你经历了怎么样的适应问题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什么的。对，因为我都习惯了中国菜，对吧？舌拼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天气也没有很大的，虽然北京四季分明，也是冬天很冷很干燥的。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比如说，如果是冬天很冷干燥的话呢，就必须要用什么样暖气比较开的大一点，还是什么样的？对，开暖气。对。然后呢，对于什么交通市场，还有跟当地人交流沟通，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那可能是如果是在北京要去北京留学的话，要注意到有关网络，因为网络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之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是2009年的时候，已经很久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有上网的话，需要 VPN，因为那个网络不太开放的，对吧？对。那对于留学生来说，那可能是要有自己的金钱，就是另外要付。对，另外的就是不是对。我今年刚有一个学生，他也是印尼的学生，他去那个大陆留学，就是他可以用印尼的电话卡。如果用印尼的电话卡的话，就不需要 VPN 了，就可以在印尼买一个流量包，然后用印尼的卡就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连外了，对不对？对，要是在买大陆的手机卡，就要用 还要买一个 VPN。对。OK。对啊，这个也蛮重要的哦，因为有时候要用 YouTube 或用脸书的话，会需要。对。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连那个网络也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不是想要就是每天关注什么社会媒体的那种人，所以就对于我来说是还 OK 了。那在台北也有，台北呢虽然是冬天不太冷，但是对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可能还是很冷，所以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在台北不像在北京没有暖气，对吧？没有，我们没有暖气。对。好多大楼是没有电梯的。对。所以如果你们要带很大的箱子的话，那要注意到这一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好一点。对。比较没有电梯。对。有关语言交流，语言交流的的确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北京，我遇到过，以前是来自美国的留学生比较多，然后还有来自韩国、日本也蛮多的。对。所以还是可以用英语交流的，如果是留学生的话。那跟当地学生呢，也可以用就是基本的汉语交流。在台北也是，在台北来自美国的朋友比较多，就是留学生比较多，然后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比较多。对。是那样的。但是呢，如果是在教室里面跟教授们跟同学们交流的话，肯定要用
正式的汉语对沟通。对。那矮图你的经历因为特别的不一样，特别与众不同，因为你又在北京留学过，又在台北留学过，一个人很难有这样同时的经历，很少。所以我想知道矮图你觉得就是如果从这个学习中文的方面，从汉语本身的这个方面，你觉得在北京和在台北学习是有什么不同吗？差不多的吗？还是说差好多？其实我刚才已经概括了好多人问我的问题，对，就是有关这个我在北京和台北留学的有什么问题啊？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好多人在问交流是什么样的？就好多人在想，就是我到底去那个大陆学汉语，还是去那个台湾学汉语？所以，我其实是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也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在北京读，也在台北读，但是呢，这个北京和台北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有关汉语的话，语言上对，有关汉语可以分成两点，也就是第一点是有关书面语，书面语我们都知道了，对，在北京都是使用简体字，对吧？简体字，那在台北是使用繁体字，对，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了，因为好多可能印尼人或者是东南亚国家的想要留学的人们都是觉得用繁体字是很难学的。但是如果你们已经习惯使用拼音或者是那个 popomofo 输入这个拼音，那就输入法输入法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出来的还是简体字。那其实好多教授们在台北的教授们也看得懂的，他们都会理解到这个，没错，所以就没有问题。再说呢，因为如果要去台北留学的话，你们都需要那个我刚才提到的有关华语文能力测验，对，连那个测验的考题里面都有两种对，两种字体，对，有简体字还有简体字跟繁体字有，现在有，对，所以那就说明了，就如果在台北留学用简体字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呢，要注意到，因为好多图书馆，好多图书馆还有书店，对，他们说书长都是他们的书长都是那个用繁体字藏书啊，他们里面的藏书都是用繁体字。对，在台湾其实几乎是不会看到简体字的书，一定都是用繁体字。然后你在路上的招牌或者是你平常接触到的字，看到的新闻报纸，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简体字的，一定是用繁体字。所以如果你只认得简体字的同学，你到台湾来还是要慢慢适应繁体字，因为在台湾其实看到简体字的机会不多。对，只是说我们母语者是两种都看得懂。因为在印尼大学本科的时候，好多老师们也是教我们两种这个，两种都教，对，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估计是因为使用简体字的使用者比较多，所以好多教授都教我们简体字的，这个比重嘛，因为人多嘛，比重就大了。对，口语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就是，但是一开始我一到台北的时候，我记得我问了那个当地人，就是地铁在哪里，我怎么走，哪一个方向，对吧？对，然后他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
再说一遍，他还是不明白。还是然后我说不懂地铁，对，然后我就问了另外一个人，他才知道哦，我的意思就是捷运在哪里。对，因为在台北就是地铁是被称为捷运的，对吧？捷运，对，没错。然后呢，我在食堂不是餐厅，就是学校的餐厅，点餐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那个金枪鱼。金枪鱼我们不叫金枪鱼，对。对，那个服务员就不明白了，什么是金枪鱼？金枪鱼叫什么鱼我都忘了。茶叔赶紧搜一下。对，我搜一下。尾鱼，一个鱼在一个有没有的有，我们叫尾鱼。对，我们叫尾鱼。那三文鱼是什么？三文鱼是鲑鱼吧？三文鱼是我们也不叫三文鱼耶，我们叫什么鱼？我查一下。三文鱼我们叫做鲑鱼，三文鱼就是鲑鱼，我们叫鲑鱼。对，金枪鱼是尾鱼。但除了这些词的不同就交流没问题，对吧？就只是一些交流就没问题了。在北京，口音就比较偏向印度人，就是有儿的那种儿音，对，然后速度比较快，说话比较快，可能是因为在那边生活的节奏也比较快嘛。对，是吗？所以在台北大家就还好，是吗？说话会慢一点，也很快吧？台北人步调也很快啊。跟雅加达的人差不多。对，那在北京更着急。我们如果你要去北京学的话，要好好掌握这个听力。听力一开始就提高了很多，尤其是在北京嘛，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的那个2个原因。对，然后还有在那边还有很多口音。好多当地人都不是京人而已，有好多口音，所以听力提高的很多。那有关说话的话，还 OK。对读写是在博士的时候，因为每个做研究，对，做研究每个学期都要上大概3-4个课程，然后还有做小报告，期末和期中考试的小报告，还有准备好那个 PPT 啊。对 ，OK， 了解。所以这个我觉得，以矮图的经历来讲，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有留学的经验，肯定要有机会要去这个大陆或者是台湾走一走，因为我觉得留学的确会有效的提高你的中文水平我觉得。其实我也要做我也要表达我的那个免责声明吧。我在这里是有分享我在北京和台北的经验，留学的经验。但我不是要鼓励大家都要留学，因为这个是要看每个人的要求和自己的需要。对，是的，尤其是因为我呢，是因为跟家人、跟朋友们都、跟周围的人都不没有这个机会说汉语的，或者是没有机会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对。但是如果你们大家都有这个福利，就是有跟家人可以练习在日常生活中用汉语说话，或者是跟周围的人都 OK 的话，那就不用留学了，就看看你们自己的。因为在国外留学是有很大的挑战，所以要自己看自己的，量力而行。对，那好多人都问我，那你在国外一边学习一边旅游吗？对。然后还有什么要去的地方，就必须去的地方呢？参观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是有这个平台，到时候如果还有人想知道有关我的经验的话，我就把这个大叔们的链接
对，做给他们。给你的朋友就好了，你就不用每个都要回答了，对不对？因为我就已经回答了。对，就是我觉得你们有选好时间去旅游和去学习是两码事，真的是两码事。对，为什么这么不说？对，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一边学习一边旅游的话，虽然有那个成语说熟尔生巧嘛，对吧？一边可以学习，一边可以读书，旅游。但是呢，我觉得那你们的目的是还是很不确定的。那你们是要最好还是先花时间抽空。对，学习之前去跟团去旅游，或者是自己去旅游的。然后呢，专门选一个适当的时间去读书，那样就会重视你们的那个学习汉语的时间。对，如果你们要分成这两个目的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学习过程。我是那样觉得的。两边都不讨好，对不对？你学习的时候想着去旅游，结果去旅游了，可能学习也没有学好，对不对？对的。对 ，OK， 专心了啊，要专心学习，或者是专心旅游，对不对？对，对的。所以玩的时间是真的要去玩，然后读书的时间是真的要去读书，因为你们办的签证也不一样。对，旅游签证跟学习的签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而且矮图真的是很认真的人，就是因为这次我们采访之前，矮图写信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把大叔常问的11个问题我都做了一个准备，但我跟茶叔，你知道我们常问的11个问题是什么吗？我们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但是我很好奇，我们常问的11个问题是什么？对，来，矮图，你刚刚有讲了一些常问问题了，对不对啊？你刚刚有提了几个，我们很好奇，你准备的其他的常问问题有哪些？我们想要听听看。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也很好奇，我们到底常常问观众哪些问题啊？所以，矮图，你刚刚已经回答了几个，有没有一些问题是你有准备，我们却没有问到的？如果想要在北京或者是台北留学的话，你们要准备好。可能最大的挑战也就是有关佳节日，因为在那边，比如说跟印尼的那个佳节日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庆祝的是那个伊斯兰教的开斋节，然后基督教的那个圣诞节。那时候我记得12月25号，也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还是要上课，因为有考试。对，但是呢，那边有端午节啊、清明节都是佳节日，对吧？但是没有圣诞节，对，没有圣诞节，对，所以不一样。然后呢，还有补课，这个是很可能在北京和台北的特点吧，留学的特点有补课，你们也对要知道这一点。印尼没有补课这种制度吗？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补课。OK， 补课我们跟同学们解释一下好了。补课就是说，可能为了让某些假日可以连续，在台湾是这样啊，我们会前一个礼拜的星期六，还要上班或上课，然后我们叫补课，我们叫调休就是调休啊。矮图，你说的补课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是一样的，同样的。就是说，为了比如说端午节是星期日，然后为了刚好端午节是星期二，那现在是6日2有放假，那在台湾我们会把星期一也变成一个假日，那怎么办呢？星期一本来要上班上课的这一天，就调到前一个星期六。前一个星期六变成要上班上课，可能要然后就为了这4天可以连续放假，这个在台湾很常见，这个叫补课，补班补课，对，这个在印尼没有在台湾很常见呢，我们特别喜欢连休，哇，
一连就连4天，在大陆也是，就放的好是，爽。但是可能你休完之后，你可能要连着9天，比如今年工作，今年对对对对11对，要连着9天工作，很多人都觉得啊，嗯。累死了。印尼没有这样的啊。好，这个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这边两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啊。OK，这个的确同学们要知道啊，很有意思。还有没有我们大叔常问的问题？茶叔常问的问题有感情问题，对吧？这个好像不好意思问吧？还有什么有关语言的话，如果是因为一般留学生的目的都是除了要拿到那个学位之外，还是要提高自己的汉语，对吧？汉语水平，在那边有母语者嘛，有母语者，那我们可以交朋友，也可以互相帮助。比如说有一个形式名叫语伴，对吧？找到比较合适的语伴，这样就你们的水平就比较有很大的进步吧。有没有一个方式？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都找不到母语者，找不到就是中国人跟我聊天。矮图，你是怎么找你的语伴的？有什么认识当地人的方法吗？其实如果是在北京的话，好多北京人都想要跟留学生跟我们用英语交流的很好，因为好多人都是好像很想去美国或者是英国读硕士或者是博士的，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安排这样前1个小时是用英语交流的，然后1个小时到了之后就换用汉语交流的语伴。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找到办公室的职员人员，然后助教之类的，助教问是不是有对外汉语的学生想要找个对象，那我可以帮忙作为他们的对象，但是我也需要他们的帮忙，可能对我的文章写的有什么语病啊这样的。OK，对。最后想问问矮图对这个中文学习者，你还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鼓励？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助，也就是你们现在获得了不少的知识，先要准备什么，然后还有顺序。到时候如果一到北京或者是台北，真的是留学正式开始学习的话，要做什么事情？在过程中也有不少的事情要做的，然后祝大家学习愉快吧。对就是不是要头脑一热就说我要去一个国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做好这个调查，对吧？然后我觉得矮图的分享特别好，因为他很中立，他特别告诉同学们说，留学是不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个是要看你生活的环境。比如说你周遭有很多中文母语者，其实你的环境就很适合学习中文了，你就不一定要去北京、上海或台北这些地方学习。但是如果环境没有办法让你提高更好，把中文水平提高到更好的地方，那么或许你就要思考这个问题，是否要到这些国家去留学，或者去读硕士跟博士。所以我觉得矮图在这方面的分享特别强调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所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学习中文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把口译翻译员当做目标的学生也非常多，所以我觉得矮图这个经历是特别好的。而且我觉得矮图提到一个重点，口译员不是你中文水平好就好了，你还要去用心的去了解当下他两方说话的语境，还有两个国家的背景怎么样，你才可以做一个称职的翻译者，对不对？然后你平常没有做口译员的时候，自己也要常常去看一些时事、一些新闻，然后补充一下自己的知识。所以当口译员是每天都要学习的。好，特别棒。好，那今天呢，我们谢谢矮图分享了这么多谢谢2位大叔宝贵的经验。
矮图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常见问题没有别的要分享的，你都讲完了，对不对？还有吗？好像都讲完了。我怕你准备了没有讲，非常可惜，因为你的分享都非常好，没有了，都分享完了哈。对，好，那这样子呢，今天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像矮图这样子有比较不同的学习经历的中文学习经历的同学啊，上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对，因为你们的经验也可以给很多中文学习者一个典范，或者是一个目标，他们或许真的未来也想当口译员，或者是外交人员。我觉得这些经验非常好。好，谢谢矮图，再次感谢矮图的分享，谢谢。那我们跟观众们说再见吧。好的，大家再见喽。大家再见喽，拜拜。